你好，我是阿力。我们上次视频讲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 GDP， 也就是这个生产总值的负增长，以及目前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恶性通胀。那么紧接着美联储就宣布了加息50个基点。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下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加的恶化，而这一切都导致了美股的暴跌。那么比特币跟着美股暴跌其实是非常冤枉的。那么这一切关比特币什么事儿呢？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部分我们详细来说一下美国经济的一个真实的一面，为何大资金在这个加息的时间窗口选择了撤离资本市场第二部分详细的分析一下比特币出现的这个最初的愿望为什么会跟着美股下跌，有没有可能走出来自己的这个独立的行情。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这个电报的会员群目前群内的小伙伴是真正见识了我这个选币的能力那么在本周的暴跌中我们持有的几个币都是非常的抗跌，行情呢一见好转，全部都是迅速的涨回来。当然了，会员费也是不便宜的但是相信进群的朋友一定都不会后悔希望感兴趣的朋友在视频的下方的会员缓冲群去了解一下。好，我们进入今天这个第一部分本世纪最大的这个金融大衰退可能很快就要来临可能很多人并不能感受得到大部分人仍然觉得生活依然还是过得去，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潜在的风险。我们从前2天美国劳工部公布的第一季度的这个几个数据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大家看这个图片首先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非农业生产的初值按年率计算下降了 7.5%， 为1947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大的降幅同期呢，非农单位劳动力的成本的初值按年率计算飙升了 11.6%， 创下了40年来最大的增幅。那么这些数字再次显了通胀的居高不下。那么可能这么单纯的罗列数据大家看的不是很直观，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目前美国非农业的劳动力的成本相对增加了 11.6%， 也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呢或者是福利等等相对比去年的时候增加了 11.6%。按照常规的理解，工人的工资涨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工人的效率增加了，劳动的积极性就会增加？那么第二个数据很快就会打脸。那么非农业的生产的总值下降了 7.5%， 意思呢就是增加的这个劳工的成本呢并没有带来产值的增加。那么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但是呢投资者一般看到这两个数据的组合呢，就会对下一步的投资进行盘算。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这两个数据意味着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幅度的缩水，意味着将来的财报数据会非常的难看。所以这个美股里面以科技股为主的股票呢纷纷跳水。那么这一点呢大家都很容易理解那么跳水呢就意味着这个资金的离场，那么离场的大资金又会反过来带来恐慌性的抛售，所以呢就产生了这种踩踏式的这种暴跌当然了，美股并不是我们所讨论的重点我在这里呢只是来用美股跟比特币来做对比。那么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提醒所有的会员抛掉所有的美股精力呢放在加密货币这一块那么我们今天引入美股的意思就想告诉大家，美联储很大可能呢是分析错了目前的高通胀呢是没有错确实是8.5%非常高，但是目前并不是加息的最佳的时期。那么我们前面也说到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很多企业的盈利的能力呢会大幅度的缩水，很多企业呢是受不了这么折腾的所以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会出现停工停产，甚至是关门申请破产。那么到时候会有大量的工人因此而失业。那么别看目前的这种就业数据非常好但是呢一旦这种中小企业盈利能力集中跟不上的话，那么再加上美联储的加息缩表的货币紧缩，就会雪上加霜快速呢导致失业潮的来临。当然了，美联储去年第4季度他们就犯过错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这个恶性的通胀通货膨胀结果呢美联储非得说这个通胀呢只是暂时的没想到数据出来之后，他们才不得不低头，才去商议这个加息缩表的这种政策。即将到来的失业潮必然也会带来大量的这种破产潮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人手里面根本就没有多少的现金，所以房地产会有一波的这种银行的拍卖潮，到那个时候会有更大的这种资金的抛售，恶意踩踏。那么这可能呢也是很多投资界的大佬所看到的本世纪最大的经济大萧条。当然了，没有人能够非常具体非常详
详细的预测到这种经济的走势啊，但是我相信在美股市场里面的大资金宁愿暂时的离场，也不会冒着巨大的风险继续在场内啊，这或许呢是美股暴跌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大资金们看到了我们普通人无法看到的一些消息啊，这也是一种信息的不对称啊。那么他们提前离场了，那么这么做其实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任。那么如果真的到那个时候啊，美联储会不会继续宣布放水救市呢？我们拭目以待啊。接下来我们聊一下这个节目的第二部分，关于比特币的。那么比特币在本周四、周五的时候，跟随着这个美股的暴跌呢，是一路下探。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头的雾水，那包括我本人也是啊。那么人家美股呢下跌呢，是因为美国的经济不好，那么跟经济有直接的关系。那么美国经济数据不好，美股下跌呢也是常态啊。那么你比特币瞎跟什么风呢？关你什么事儿，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不得不提一句啊，就是目前机构主导的市场的一个后遗症啊。那么我们第一部分说过的这个美国的大资金在离场这个美股啊，那么这些大资金当然了都是以华尔街为主的这种大机构，根据他们的一贯作风呢，在资金离场的时候，通常呢会不管什么样的投资项目，通通砍掉一定的比例啊。那么比如目前的数据不好看呢，那么所有的投资呢砍掉30%的仓位啊。那么在这里30%是举一个例子啊，并不是一定是30%啊。那么关于这个比例的这种仓位的砍仓呢，是严格执行的，所以这一轮的下跌呢，我认为是跟这个因素有相当大的关系啊。那么他们砍掉美股，同样也会砍掉比特币，但是这个下跌幅度到底恐不恐怖呢？值不值得恐慌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啊，一点都不值得恐慌啊，因为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比特币其实是非常非常冤枉的啊，无缘无故就被砍掉了仓位，凭什么呢？那么为什么我说这个比特币是冤枉的呢？因为比特币的设定呢，就是要抵抗通胀啊，因为看不惯中央银行的这种胡乱的印钞票而发起的这种去中心化的金融系统，没有理由在通胀最严重的年代跌成屎啊！之前没有华尔街进场的时候啊，比特币都能出现这种大牛市啊，如今很多人眼里的机构主导的比特币竟然会如此的不堪一击，到底是什么东西出错了，实在让人看不上啊！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那么就是大错特错了。比特币呢，一定会有一个这个理性回归的。那么回归理性之后呢，就会一路向北，一骑绝尘啊！到时候让华尔街下市的大资金再次追高进去。那么说到这里，那么你凭什么这么说呢？凭什么比特币就会走出自己的独立行情呢？那么我们还得从刚刚分析的第一部分来说起来。华尔街离场的资金，它有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呢？你想一想，你华尔街的机构拿着那么多别人的投资的这个钱，你放在这个银行里面呢，肯定是不对的啊。美国加息之后呢，更多的资金呢是陆续进入美国啊。美国10年期的国债的这个利率呢是大幅度的上涨啊。华尔街的资金在国债里面本身就有相当的这种仓位。那除此之外呢，那么他们会不会投资房地产呢？我认为啊，希望很渺茫，因为房地产是上一次金融危机暴雷的主要因素啊。会不会进入其他的新兴市场呢？比如说中国啊什么的，也不太可能啊。目前这个中国大陆的景象呢，也是不容乐观啊。再加上这个目前的俄乌战争啊，潜在的第3次的世界大战，所以说啊，华尔街的资金最后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加密货币比特币。那么说到这里，为什么华尔街的资金最近离开比特币，那么过段时间还要再进来，他们难道不会一直待在里面吗？那么我第一部分也说了，很多时候投资公司的一道命令下来，所有的仓位一起砍啊。那么如果我这么说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问一下啊，如果你的朋友在投行，或者是甚至在华尔街公司上班的，你可以向你的朋友打听一下，是不是这么操作的。而且呢，我上面也说了，美联储这帮脑筋啊慢12%的人，最后极有可能180度大转弯。那么到时候继续向金融市场放水的话，整个市场的资金就会继续宽松。但是继续放水的话，就会继续的推高通货膨胀，那么不放水就会拖垮经济，甚至带来大萧条。那么在通胀和大萧条的面前，你认为美联储会保哪一个呢？如果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话，你会选择投资什么呢？希望大家都能针对以上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独立的思考毕竟呢，我也不是什么经济专家更不是政策的制定者。那么我在这里呢，希望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对当今的市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解，不要跟随大部分人的恐慌而恐慌只要你能够战胜自己的人性，你就一定能够发大财。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希望你能够发财，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